今天呢，我手上这支镜头呢是气功匠7 Edition 的全新35mm f2 文系列的镜头。之前测试过气功匠的35mm f1.4，还有那支28mm f5.6，那两支都是文系列的。然后这支呢，全新的35mm f2也是他们所谓的文系列的镜头之一。我今天呢就带这支镜头，然后搭配徕卡的 M10 来测试。气功匠7 Edition 最近又推出了一支全新的镜头，是数以文系列徕卡 M 卡口的镜头，35mm f2.0。之前我也测试过文系列的35mm f1.4以及28mm f5.6，我都很喜欢这两支镜头，然后它的画质的表现都很不错。这次气功匠提供的这支全新的35mm 镜头让我做测试，我也蛮惊讶的，拍出来的画质有质感，清晰度、解析度都很高。徕卡 M 卡口的镜头是相当的方便的。如果你有富士的相机，或者是索尼啦，还是尼康，只要透过转接环就可以使用了。所以我很喜欢说买一支徕卡 M 卡口的镜头，然后搭配不一样的相机，这样的话我就不必说去特别买每一个品牌的镜头。这几年气功匠所推出的镜头，除了画质都有很出色的表现，它的镜头外观的设计可以说很有徕卡镜头的味道，做工精致，匠心制作，一点都不马虎，使用起来手感都相当不错。我是搭配徕卡 M10 来测试，整体镜头与机身的配合平衡感都很好。这支镜头的重量也只有230克，比起徕卡的 Summicron f2.0 ASBH 就比较轻了一点。但是镜头的长度会比较长，直径也比较大，而它是使用55mm 的粒径。第一个印象，我对这支镜头呢，它的体积真的很小，然后重量也才230克左右。如果对比徕卡的 Summicron 35mm f2 ASBH 那支镜头呢，那支大概要280克，包括它的 Lens Hood 遮光罩，而这支呢只是230克，算是很轻的。在抗线光方面，这支镜头对比徕卡 Summicron ASBH 就没有很大的差别。光圈环是以半级光圈转动，从 f2 到 f22， 而徕卡的 Summicron 最高也只有 f16。我手上这支镜头，它的对焦环转起来就比较紧，是要使比较大的力度来转动，不算是很顺滑那种感觉。不知道是我这支镜头的个别问题，还是都是这样的规格。如果你们有机会测试这支镜头，欢迎大家在以下留言分享。镜头的锐度表现在 f2 中央部分是有相当满意的锐度，对比徕卡 Summicron ASBH 都不相上下。唯一就是边角的部分，徕卡的 Summicron 在 f2 到 f4 就比较锐。气功匠这支镜头必须缩小光圈至 f5.6， 边角锐度才算是可以接受的范围。
镜头也只有少许纸边的存在，使用软体都可以很容易的解决，不成问题。暗角方面，在 F2 就比较明显，当然缩小光圈，暗角就会逐渐的减少。七工匠这支镜头也是有少许畸边的问题，而徕卡的 Summicron 就控制得很好。七工匠的镜头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价格，比起其他 M 卡口的镜头，性价比是超高的。加上它所拍出来的画质都相当的细腻，在 F2 所产生的虚化效果也相当的柔美，镜头手感的体验也相当好，尤其是在街拍人文摄影这方面，透过 35mm 文系列的镜头，更能贴近拍摄的对象，记录它的风貌，赋予照片温度和深度。如果需要一支 35mm f2 的镜头，这支七工匠文系列的镜头是可以考虑的。今天这个视频就先到此为止。你已经中毒，让我帮你解解毒。我们下次再见。